上集结尾，我们说到刘备在带着1万步兵和10多万百姓前往江陵途中，遭遇曹操麾下王牌部队虎豹骑的追杀。虎豹骑一个冲锋过后，刘备军顿时溃败，百姓四散奔逃。混乱之中，刘备的老婆甘夫人和唯一的儿子阿斗也不见了踪影，他的2个女儿也被曹军抓获了。刘备扫了一眼，发现身边已经只剩下几十个人。此时的他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逃跑了。之前我说过，虎豹骑是曹操的王牌部队，号称天下骁锐，在别的部队里能管100个人的军官，在虎豹骑里只能当一个普通小兵。在如此牛逼的军队面前，你想跑就能跑得了吗？然而最终的结果是，不但刘备成功逃跑了，刘备的老婆和儿子也被救了出来。这一切都离不开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的力挽狂澜。可以说，真实的长坂坡之战比演义里还要惊险，尤其是关羽在此战中的表现更是令人惊叹的。遗憾的是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关羽在此战中起到的重大作用。今天不二将就来说说真实的长坂坡之战中这3位的表现吧。真实的长坂坡之战中，赵云的表现当然没有演义里描述的那么拉风，什么单骑冲杀83万曹军，杀敌将50多个啥的，那都是演义虚构的。但是呢，含金量却绝对高，甚至可以说比演义里更高。你想想，演义里的小兵那是什么水平啊？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，跟泥巴捏的差不多，是个有名有姓的将军都能随随便便玩坏他们。这样的士兵就算有83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能抓得住赵云吗？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然而历史上赵云面对的虎豹骑可就不一样了。视频开头我就说了，虎豹骑是曹操的王牌部队，在别的部队里能管100个人的军官，在虎豹骑里只能当一个普通小兵，就这么牛逼。而且在部队不但战斗力爆表，还特别擅长斩首行动。袁谭和乌桓单于、蹋顿都是死于虎豹骑手里的。对，很多人都误以为乌桓单于、蹋顿是被张辽斩杀的，其实蹋顿是被虎豹骑生擒的。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最适合虎豹骑进行斩首行动呢？答案当然是显眼的目标。那赵云显眼吗？太显眼了。历史上的赵云身长8尺，姿颜雄伟，一个1.88米的大帅哥，不只是养眼，简直是闪瞎狗眼。再看看赵云要救的甘夫人和阿斗呢？甘夫人颜值爆表，绰号白玉美人，阿斗那是个小婴儿。这3个人要是碰到一起，那不就是秃子头上的狮子，明摆着吗？也就是说，赵云要做到的是这样的，在本人和要救的人都特征明显，自带嘲讽属性的情况下，从战斗力爆表而且非常擅长斩首行动的5000虎豹骑手中成功脱逃。这任务在一般人的想象中，恐怕也只有南博、007这样的角色才能完成吧。然而赵云真的就做到了。小明看到赵云单枪匹马向曹军冲去，顿时惊呆了。以他的想象力，哪怕突破天际，也只能得出赵云要去投降曹操这一个结论。于是小明对刘备说：“不好了，赵云去投降曹操了。”刘备听后大怒，一个手戟就砸了过去。看着吓尿的小明，刘备吼道：“子农绝不会抛弃我，绝对不会！”此时的赵云就是凭着对刘备的忠诚以及责任感，一个人朝着千军万马冲去，并最终把刘备的儿子阿斗和老婆甘夫人全都救了出来。3个人毫发无损。在演义里，糜夫人为了不连累赵云而跳井，而历史上赵云的拯救行动则是获得全功，没有牺牲任何一个人。之后演义还虚构了一个刘备摔孩子的桥段，后世更有人将之讽刺为摔孩子买人心，说刘备虚伪。演义虚构摔孩子这个事，是为了体现刘备和赵云情深，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然而历史上刘备并没有摔孩子，因为刘备和赵云的感情根本不需要用摔孩子来体现。一句子农绝不会抛弃我已经说明一切。很多年以后，姜维对赵云在长坂坡之战的表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：当阳之意，一贯金石。即便没有小说中那么拉风，历史上赵云在长坂坡之战中表现出的忠义决绝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的勇气也值得我们后人铭记。演义中，张飞在长坂坡之战吓退了83万大军，历史上当然没那么夸张。当时刘备派张飞带20个骑兵断后，不久后部分虎豹骑战士追了过来，张飞于是立在桥上，对着虎豹骑大吼道：“我就是张飞，有本事来决斗啊！”结果虎豹骑都被吓尿了，硬是没一个人敢上前。
这表现确实相当牛逼了。有人根据史料中聚水断桥4个字，认为是张飞把桥拆了，然后隔着河对虎豹骑大吼。按这个解释，那张飞的表现岂不是像这样？扯淡呀，这他妈还叫英雄吗？小丑还差不多。如果真是这样，《三国志》就不可能把这件事作为张飞的英雄事迹来记载，也不会有敌人没一个敢上前这样的描述了。为了给大家展现段在这句话中的真正意思，我专门委托一哥们帮我搞来了。是我爸收藏有一套古老的词典，你看看这查字方式够古老吧？按这本词典的说法，断不只有拆断的意思，还可以解释为因性断这种非物理的决断，而张飞的断桥明显应该解释为因性断这种非物理的断绝，也就是张飞带着20个骑兵立在桥上，阻断了桥的交通，大喝让虎豹骑上来决斗，结果虎豹骑不敢上。我觉得这样解释才符合《三国志》想要表达的意思，才符合张飞的英雄形象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呢？觉得有道理的朋友就把1打在公屏上吧，谢谢。提到长坂坡之战，大家一般都会想到赵云和张飞，很少有人会想到关羽。事实上，关羽在此战中至关重要，堪称力挽狂澜的重要。只不过我们需要仔细看史料，才能看出关羽的这个隐藏战绩。当时刘备走到当阳后，让关羽带着几千水军和几百艘船走水路，约好在江陵会合。这时候，关羽独当一面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。他并没有盲目遵从刘备的命令，而是一边前进一边派人密切关注刘备的情况。因此，当刘备遭到虎豹骑追杀后，关羽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。这时的关羽并没有慌张，而是做出了冷静的判断。要躲避虎豹骑，最好的办法是坐船，所以刘备肯定会去汉津渡口。于是，关羽火速下令全军改变方向，朝着汉津出发。他知道这一去危险十足，因为曹军很可能已经等在了那里。但关羽依然义无反顾地去了，哪怕他手里只有几千不上陆战的水军，这只是因为他要救刘备。此时另一支军队也在赶往汉津，派出这支军队的人正是曹操。原来曹操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刘备会从汉津逃走，于是急速派出军队前往抢占汉津。带队的人有2个，他们的名字是徐晃、芒丑。好在关羽的行动更迅速，他提前抢占了汉津，不然刘备军这次真的就要完蛋了。不久后，徐晃和芒宠率军赶到，此时的关羽手里只有几千不上陆战的水军，对上徐晃和芒宠的陆军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《三国志·徐晃传》对此战给出了这样的记载：与芒宠讨关羽于汉津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没写结果，但是呢，大家简单想想就明白了。徐晃的目的是抢占汉津，截杀刘备。如果徐晃赢了，那刘备又是怎么逃走的呢？所以虽然《三国志》没写，但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一战的结果是关羽硬是带着几千水军击退了徐晃和芒宠2位名将率领的陆军。估计有人会说，你又在瞎吹了。如果曹军真的败了，《三国志》怎么会不写呢？当然是《三国志》有替壮主隐晦失败的习惯。注意这句记载之后，紧接着还有一句：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，同样也是没写结果。而这一战的结果我们很清楚，曹军败了。所以汉津之战，曹军是不是败了？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。估计还有人会说，你怎么确定徐晃和关羽的交战就一定发生于长坂坡之战期间呢？的确，徐晃和关羽的交战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，但是对汉津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后，我认为徐晃和关羽的这次交战最合理的时间是长坂坡之战期间。当然，以上也只是不二将的个人看法，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，就把1打在公屏上吧，谢谢。虽说关羽在长坂坡之战期间击退了徐晃，是我综合分析史料后的推测，但关羽密切关注刘备的动态，得知刘备遇险后，急速前往汉津，抢占了汉津渡口，让随后赶来的刘备最终得以坐船脱险，则是关羽实打实的功劳了。回顾长坂坡之战，正是由于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各显神通，力挽狂澜，才让刘备军得以转危为安。甚至于原本身为战败方的刘备军，居然因为他们的精彩表现，染上了浓厚的英雄色彩，让后人津津乐道。不得不说，这真的很奇妙。
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就是赤壁之战了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！